这是新奥尔良市被飓风侵袭的第3天，原本无比繁华的街道现如今却是一片荒凉。位于郊区的纪念医疗中心终于等来了第一架救援飞机，苏珊紧忙安排将重症患者向停机坪转移。可由于电力系统的损坏，整个大楼的电梯都已经停用，医护人员必须先将患者抬到1楼，绕过停车场，再从斜坡登上停机坪。这一番操作大概要花费40分钟。随着飞机的不停降落起飞，这也让附近的居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开始不停地向医疗中心聚集。医疗中心本就失去了电力系统，又加上天气炎热，就连供水系统也停止了工作，将近2000人的排泄物没法处理。如果再继续接收外来人员，那医疗中心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危机。保安无奈地选择开枪驱逐。在灾难面前自保就已经很难了，何况还要去帮助他人。然而更加可悲的是，上空的救援飞机突然掉头，停机坪的医护人员转身才发现，原来是重要人物的专机在天上巡查灾情，救援飞机竟然选择了绕道而行。医护人员忍不住给了他个国际通用手势。不久之后，一艘卫生部门的快艇来到医疗中心，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们会将这里所有人带走，只不过需要分批次撤离。他们要求苏珊将病人分为4个等级，给那些可以自由行动的病人戴上绿色手环，黄色的代表需要协助的病人，红色的代表需要他人护理，而那些病重的无法挽救的则会戴上黑色手环。安排好这些之后，卫生部的人告诉苏珊，明天一早就会派遣船只过来，让他们提前准备好撤离工作。想到医院里的人员都早已疲惫不堪，如果再连夜组织撤离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意外。苏珊立即决定在日出前所有人都停下工作，必须去短暂的休息几个小时。然而还没有过去多久，就有人叫醒了他们，说救援船只已经抵达这里，让他们赶紧到1楼大厅集合。等所有医护人员来到1楼后，安娜顿时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，立马来到门口查看，这才发现外面根本没有救援船只。可等他们回到办公室时，又发现每个人都丢失了一些生活用品，显然是有人利用假消息来偷取物质。而相关部门在得知体育馆聚集了2万多名的难民之后，立刻下调了针对纪念医疗中心的救援优先级，减少了这边的直升机数量，并且将准备去往医院的卫生部的救援队伍也拦了下来。而马克夫妇的母亲就在医疗中心里治疗，他们决定步行前往医院救出母亲。这时2名好心人拦下了他们，说会提供船只送他们过去，只不过一切都要等到天亮。由于整座城市都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相关部门在各个大楼上都布置了狙击手，将所有夜间活动的生物全部击毙。马克夫妇也只能焦急地等待日出。医疗中心里，安娜看着地上躺满忍受不了炎热的病人，这让她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。随后便独自来到停车场，坐进车里，启动了车子，打开了空调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就这样来到了卡特里娜登陆的第4天，马克带着2艘快艇来到纪念医疗中心，看到船只的人们就犹如看见了救命稻草一般兴奋不已。保安查尔斯赶紧拦住人群，这才勉强维护好秩序。马克说出要接走母亲的目的，并表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，他还会再带走几名病人。就在马克准备进入医院时，查尔斯将他拦下，希望在他走的时候可以带上自己。望着查尔斯期待的眼神，马克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，这让查尔斯更加卖力地维护着现场秩序。很快，马克抱着母亲回到了船上。此时2艘快艇上已经坐满了病人，查尔斯一边指挥大家不要靠近，一边向后退去。在第2艘船即将离开时，他一下跳了上去。不久之后，卫生部派遣的大量快艇来到医疗中心，安保人员为了增加撤离速度，打碎了大厅的玻璃。随后在苏珊的指挥下，大家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撤离。但楼上的护理中心不属于苏珊管辖，所以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到楼上，强制带走了所有可以自行移动的人。而面对那些根本无法行动的病患，警卫队也是毫无办法，只能留给他们一点时间做最后的告别。随着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停机坪，警卫队的退场，整个医疗中心已经空无一物，只剩下那些无法移动的病人。不久之后，当灾难评估部门来到医疗中心搜查时，只发现了留在地上的45具尸体。再好的解说也代替不了影片，好的影片值得你观看完整剧情。我们下期见。